最近有一个挺有趣的事儿哈，抖音上面有一个顺性别异性恋男性博主，跟某个专门做小玩具的牌子进行了一次联名。这个博主用自己的 penis 开模做了一个 dildo，目前是预售状态。那这个博主他后续还发了很多的视频，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这个产品做宣传吧。其中有一条视频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做这个东西的动机呢，是为了给喜欢他的粉丝一个自己的专属纪念哈。还有就是说要把自己最真实、最有温度的一面留在这些粉丝身边。Hello，大家好，我是姐夫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独特的官宣，我将携手超牛品牌进行合作，制作手办，全程参与打磨还原，只为把理想男友的陪伴概念照进现实，愿他能打破屏幕的距离，为你送上一份独属于我的温暖又浪漫的亲密陪伴。后面呢，有一次是我自己刷到的，看到这个直男跟另外一个酷儿色彩看上去就很重的一个创作者进行合作直播。没有的，姐夫哥，我是小男女孩儿，小女孩啊，没有我是小女孩儿。对，姐夫，有没有喜欢我们维他命的？对，姐夫，好的。这是能说的吗？在这里你什么都说，在直播间我们什么都不能说。对啊，你挺白里透红。我们两个对吗？那个直播的内容呢，讲的也就是他卖的那个产品。看样子这个直男还是很了解他自己做的这个产品的 KA 客户画像的哈。我自己去这个品牌的官方网站看了一下，就发现这个预售的这一款啊，就是这个联名款，价格应该是398人民币。我自己私底下也是挺喜欢用小玩具给自己陶冶情操的哈，给自己带来一些身心的治愈。但是我看到这个直男他录视频，然后大大咧咧在这个地方讲他做这个产品的动机的时候，我只觉得不是。说通过这个东西可以把自己最真实、最有温度的样子留在粉丝的身边，我不知道一个硅胶棒子它到底有什么真实，有什么温度。它就算有温度，那也是使用者体温传导的结果，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有本事你把你自己最有温度的那一面让我们使用一下呀，你也不敢。当然，如果这一期视频只是为了去批评这个博主的言论的话，我觉得这个视频的动机和意义都是很浅陋的。我并不只想做这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个事件它今天发生，它所折射出来的可以供我们去反思的议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今天就抽2个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或许我们可以对一些社会文化场域当中的权力运作机制有更深的了解。可能有一些比较敏锐的也比较乐观的网民会觉得，我今天买一根用直男的 penis 开模做的 dildo 是消费男色，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我们可以解构一些东西。那这个认知我觉得 OK， 但是又不 OK， 因为它不严谨。我们讲消费男色其实是更加偏向于视觉和欲望经济的那个体系，但是呢，买 dildo， 尤其是买用直男的 penis 开模做的 dildo， 它是在购买阳刚符号。它是在消费阳刚符号，它已经进入到了权力运作的体系当中。本质上，这个过程其实是在为某种被社会认证的合法的男性资格去付费。它本身不会把所谓的 masculinity 消解成什么样子，甚至可能会给它赋权。今天你花300多块钱买一根 dildo， 你买下了当然有它的使用权了，但是你同时也买下了一种被阉割过后的越界幻想。越界幻觉。当我在讲幻觉的时候，我是在说你在使用这根 dildo 的过程当中，你或许会想 OK， 我可能或许通过这样一个路径，我可以去触碰那个始终占据高位的主流顺性别异性恋男性的所谓的阳刚身体 masculine body， 甚至我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看来是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酷儿的 phallic power 据为己有。但是这种幻觉的致命之处恰恰就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越是这样消费，你越说明那个身体以及它所承载的那个社会意义、社会文化价值依旧是处于高处的，依旧是
所谓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拥有着绝对权威的。当一个直男可以非常自信的、非常自豪的去把他自己的 penis 经验和他自己的异性恋阳刚身份打包卖给酷儿消费者的时候呢，他还卖398块钱，那就证明肯定是有一部分溢价的。那这个溢价大概率应该就是由酷儿的欲望所转化而来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一个买卖程序，它真正巩固的其实是谁有资格成为欲望中心，谁又只能花钱获取围着这个中心打转的资格的旧秩序。于是我们会发现很多酷儿在这样的一个交易活动当中，看上去好像是获取了自我选择权、自主选择权，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消费能力反过来供养一套早就把自己长期的放置在次等位置的性别秩序。所以这样一个自我降格的快感，在我来看它本身就是非常刺眼的悖论。精神分析学者 Jessica Benjamin 在他的著作《爱的纽带》的第2章就把支配关系理解成为一种控制的辩证法，他沿着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思路做出了更加亲密、更加爱欲的解释。主体既想确认自己独立存在，但是他又离不开他者的承认，而一旦拒绝这种相互依赖，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这种相互承认就会随之瓦解，于是关系便会退化到支配与被支配的循环当中。用这一条思路去理解消费阳刚符号，大家或许就会发现，这类消费往往都是建立在单向度的一个占有欲、单向度的想象性认同以及单向度的情感投射之上，所以它生产出来的一定是一种带有等级差异的伪亲密关系，一种被商品形式、被消费主义包装的不平等的体系，而不是一种，我们用 Jessica 的原话来说，不是一种 mutual recognition。 而且与其说这是对 masculinity 的消费，倒不如说这是对hybrid masculinity 的消费。从学者 Toby Miller 的角度出发，消费社会对于传统男性阳刚美的商品化以及视觉经济，并不会天然的削弱 hegemonic masculinity， 它只是在做重组其外观的工作，并推出一系列被平台经济和市场抬价过后的 hybrid masculine capital，供大众去消费。某一些身份为直男的视频创作者，他们可能会选择性的去吸收一些所谓非主流的 masculinities， 他们可能会选择性的去采用一些肤浅的酷儿风格或者是女性气质，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松弛、更现代、更幽默、更去油腻化、更非大男子主义。但是呢，由他们作为执行者所施加的性别跟性取向的不平等，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或者是减弱。所以我们再说回到视频开头引入了这个案例哈，我认为我们作为酷儿，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的一点就是，消费从来都不会自动的生成解放。虽然这句话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说烂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依旧铭记于心。很多时候消费它只是会把一些不平等的机制再次编码为更体面、更柔滑、更像个人选择的自由主义话语，再让人心甘情愿的去买单、去消费。在情色消费当中，这种警惕它更是有必要的。我觉得小玩具非常好，它可以让我们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性解放，它可以让我们一定程度上摆脱性羞耻。但是如果说一个小玩具它一定要依附于某些被神圣化的人格或者是身体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小玩具，包括制造这个小玩具的产业，他们所参与的就坚决不是那个所谓的性解放叙事了。而如果我们酷儿群体，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欲望从这一套既是消费又是禁锢的逻辑当中抽身出来的话，我们甚至有一些人还要继续替他添砖加瓦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你买一个小玩具，你给自己带来的这种短暂的越界的快感，它短期内可能就是一种快感，但是它长期来看只是去替这个旧有的父权的暴力的压迫秩序操办一场体面的延伸教罢了。接下来我来讲一下直男情节，以及我们作为酷儿，我们该如何应对自己的直男情节。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不管是对于masculinity 的消费，还是对于 hybrid masculinity 的消费，都是把直男的身体以及他们身体所承载的社会资格捧在高处，依然把他们的身体默认为是最珍贵的存在。
所以我需要再强调一遍，当我们今天在讲直男情节的时候，它不是单纯的对于直男的情欲或是爱欲渴望，它是社会伤口在酷儿欲望层面的回声。法国哲学家埃里蓬曾经提到，侮辱和贬损之所以会留下长久的影响，并不只是恶毒的言语，更是因为人在被侮辱的那一刻，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可以被伤害、可以被贬低、可以被放逐的位置之上。而这种受伤的经验会慢慢沉积进主体的形成过程。那么沿着埃里蓬的思路去看，我认为真正贬损着、侮辱着我们酷儿情感、酷儿爱欲以及酷儿行动合法性的最大力量之一，恰恰就是异性恋规范。这套规范它默许着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男性要像男性，女性要像女性为规则基础的规训体系，并且将其渗透进了日常语言、公共空间和所谓大众对于正常生活的默认想象之中。而直男在这一套秩序系统当中天然地占领着高位，他们被这一套系统溺爱着，而我们作为酷儿被这一套系统规训并惩罚着。所以当我们讲一些酷儿个体开始出现直男情节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表面的反应，与其说他们是在馋直男的身子和脸，不如说他们馋的是离羞耻更远、离社会认可更近的这样一个位置。普通的情欲渴望可能就是我刚好喜欢这个人，我刚好想要跟他谈恋爱。但是对于酷儿来讲，直男情节这个东西，它通常是多了一层社会含义的。也就是说，个体可能会不自觉的、不自知的就把直男当成了更高级的一个存在，更高级的对象。一些个体可能会不自知的认为，被这种人喜欢，被直男或者说是被带有一些所谓的传统直男特质的人喜欢，好像比被别的人喜欢更能证明自己。靠近这种人好像可以更容易的去洗掉自己作为酷儿所招引来的这种羞耻感，好像跟这种人发生一些关系可以让自己更有那种征服感，或者说是满足欲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异性恋规范进入欲望结构的一个具体表现。欲望表面上好像是我们所讲的欲望是私人的，但是欲望里面所含的这个等级感，它其实就是社会强加进去的一个东西。也正因如此，直男情节经常会让酷儿高估直男身上的价值，低估自身与其他酷儿之间关系的价值。但实际上直男有什么价值啊？有太多社群内部的例子可以去举了哈。比如说我们社群当中的一些人看到一些长得好看的、身材也非常好的 gays， 会夸赞他们，但是有一些人会怎么夸呢？他们会说，哎呀，他帅的有一股直男的感觉，哇，好直男啊，好喜欢啊，哇哦，白长一张直男脸哎，就这样。还有就是非常常见的，在布拉迪和翻卡上面看到的哈，一些人会说他自己洗土直，说公找公，说不洗母不洗娘 ，mask only， 内部消化等等等等，这些都算是直男情节进入酷儿欲望之后形成的具体的反应。更不必说这样一套异性恋规范所带来的等级制度，它还在跟民族、种族、体型以及性关系当中的位置进行融合再编码，继而巩固自身的权威性。比如在欧美男同性恋社群，亚裔男性在 gay dating app 上面经常会被固定为 twink 一样的存在，他们是更加阴柔的存在。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呢，其实也有着跟欧美类似的这样一个分级体系哈。比如说对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男同性恋者，还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男同性恋者，他们好像会更受欢迎一些。前不久不是说内蒙古的男子非常受欢迎吗？套马的汉子。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男性，可能是因为水土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因为民族风俗的关系，他们相对于汉族的男同性恋者来讲，会更加的野性一点，会更加的阳刚一点，会更加的我们讲说所谓的具有一定的异域风情。我自己个人有一些针对酷儿该如何去应对直男情节的一些小的建议，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去神化，自发的去神化。你可以承认自己曾经被直男或者是被所谓的有直男感的对象所吸引过，甚至你到现在还会被这种人所吸引。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
不需要隐藏，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这种欲望奉为一种真理。接下来多给自己的欲望做一些微观的分析，你可以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喜欢的是这个人具体的性格、外形跟交往方式、谈吐什么的，还是他那种被主流秩序认证过后的合法的男性身份呢？我想进入的到底是一段平等的关系，还是想通过被这种人看上、被这种人勾搭上，跟这种人交往来证明自己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边缘，没有那么的不堪入目，没有那么的羞耻。你到底是想要一段 intimacy， 还是想要一段 approval？而如果你很不幸的发现你爱的只是那个符号，你有着非常重的直男情节的话，我希望你也不要因此感到极度的羞耻，不要自轻自贱，因为这不完全是你的错。欲望，一切的欲望都是被历史文化所塑形的。直男情节是异性恋秩序在酷儿身体里留下的余震，所以你的任务不是去惩罚自己，不是去自我贬低，而是慢慢的去把自己的欲望从那一套持续贬低你的秩序当中抽出来，把自己解放出来，重新训练它，让他更愿意靠近能提供互相承认、相互照料和相互见证的对象与关系。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